最近买卖不好干，我这啥活都开始接了啊。昨晚一个大姑娘哭哭啼啼的跟我说自己很委屈啊，说男友要跟她分手。事儿啊是这么个事儿，上个月呢，两人因为生活琐碎的小事吵了架，这姑娘很难过呀，就去找男闺蜜诉苦去了。好嘛，人男闺蜜听完之后哪忍心呀？哎呀妈呀，那自己闺蜜难过呀，于是就请假带着这姑娘3月下扬州啊，玩了个3天3夜，说是去散心去了。期间呢，男友打电话是哄她，她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，要么就说自己心情不好不想说话。就这样吵了1个周之后啊，两人呢也算和好了。和好之后啊，这个男友就特别爱做饭啊，这冰箱一打开，哗呲，里面全是青菜呀，生菜、韭菜、芹菜，那菠菜、油菜啊，他就感觉哎呀妈呀，这绿油油的一片不对劲儿啊。于是呢，他就偷偷的去看他女朋友的手机。好了，不看不知道啊，看到了和男闺蜜一起出去玩的合影照片，男友就很生气啊，质问两人什么关系。女友说啊，他是我的男闺蜜而已，因为心情不好呀，才去陪他出去散心了。那两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男友听了是怎么也不相信啊，说两人出去过了3天3夜，你让我怎么相信呢？女友呢也很委屈的说啊，两人只是为了省房费啊，才订了1个标准间，2张床，各睡各的。于是这男友就特别生气的提出了分手，已经连续半个月啊都没联系这姑娘了。好了，人家姑娘今儿来找我了，天降大任于我也，让我帮她给男友解释清楚。哎呀妈呀，这活儿你找我，那你不是挨喷吗？我都不相信你男闺蜜啊，为了省钱开1间房。姑娘，你要是说酒店生意爆满啊，就这1间房了，我都能信你。咱呢也别解释里面有几张床了，少儿不宜啊，我就不多讲了。这姑娘呀，说我误会她了，两人真的是纯友谊啊，是那种同床无感多年的知心好友。哎，我是真的不好意思打击她，你觉得你说这话有说服力吗？干嘛要去模糊男闺蜜的关系？男性朋友就是男性朋友，哪怕关系再好，都不会有任何的亲密称呼。男闺蜜是针对特定的人，很容易引发联想的。懂得瓜田李下的道理，这才是成熟之人啊该有的界限感。这姑娘一听着急跟我说呀，啊，男闺蜜是有女朋友的人，让我相信他。哎呀，这关系给我整的复杂了啊！我都替你男闺蜜的女友叫屈啊！这姑娘到现在都没有整明白她男朋友分手的点到底在哪里。我是否相信男闺蜜这种模棱两可的男女关系呢？根本就不重要，理清界限感才是处理男女关系的核心要素，懂了吗？分手的点在于你们之间没有界限感，至于细不细这关系呢，就要看你男朋友了。不要总是用暧昧去证明你们之间的纯洁，就好比一男一女，你为了证明纯洁，互相脱光衣服，看着对方当做考验，这本质上还是把寻求刺激当做个性，并且误以为自己在追求神性。关系好不代表非要用男闺蜜这种称呼才能证明吧？如果还是执迷不悟，我只能说你真的很幼稚啊！这姑娘听完就开始怼我呀，说他们的关系很纯洁啊，说我在造谣生事。我也是无语了啊！总有一部分人在反对男闺蜜的言论中求认同，不认同就用不尊重偷换概念。你本来就已经获得了超越男女关系的精神享受，还要通过道德绑架要求别人去接受这种关系吗？幼稚！当然呢，女闺蜜也是同理啊，我呢也不信。所以呢，我也是很好奇啊，大家认为这男闺蜜这种关系存在吗？最后啊，再给大家上一个教育片，当然这个教育片的寓意是啥，你们自己品啊。
今天这事儿有意思啊，一个姑娘给我吐槽她相亲对象，说她太抠了啊，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。听完我都懵逼了，长话短说，说重点。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因为男士挺帅啊，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，合得来啊。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，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。哎，这故事啊就从这儿说起了啊。首先呢，俩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啊。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，先是用盆洗，洗完的水啊把脏衣服再给洗一遍，然后再倒到桶里啊，再用来拖地。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啊去攒着，等着用来刷锅刷碗。这姑娘就不愿意啊，男士说呀，咱也不是大户人家，能省啊就省点。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，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啊，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，因为快下班啊，这菜呀它都打折，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啊，只有好多烂了的呀，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。还有水果啊，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，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，吃好的那一半。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呀，说想吃点新鲜的，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，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呀，说这苹果有特价的，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，这吃都一样，嫌这姑娘呀浪费钱。另外啊，家里用的卫生纸啊，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，每天呢就拿1-2卷，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，上百卷。家里的洗头膏、牙刷、这个牙膏、拖鞋、毛巾等等啊，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，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。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，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，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。两人为此啊吵过很多架，也闹过分手啊。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，两人呢又和好了。这还有一次啊，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，想去网上买，被男友知道了，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，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，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，别被骗了。于是啊，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，花了6块钱，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。姑娘很是尴尬，又忍了这事儿。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，一直都是 AA 的。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，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，他是花钱的。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，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，好家伙啊，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，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。这姑娘不行呀，非要打开那包纸巾，就因为这个事情，两人啊吵了2天，最后分了手。这姑娘说呀，最生气的就是啊，分手的时候，男士说她是拜金女，说就想找个有钱的。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，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，自己花了快1万了。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，男友这么抠，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？听完之后啊，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，情何以堪呢？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？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，男友很抠怎么办？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，抠门的男人分2种，一种是极度抠门的，那这类男人呢，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，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，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，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，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，总是啊防着女友，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。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，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，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，道路啊自是不宽。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，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。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，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，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他们不会乱花钱，也不会那么浪漫，可能不会给你买花，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，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。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，不够大方，但是比较有担当，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。也许赚的不多，也不属于有钱人，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，给你依靠，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。那这类男人啊，直男居多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人无完人，是人都会有缺点，凡事啊多一些宽容，想让自己舒服啊，先让他人舒服，有舍才有得，计较的少啊，收获的才会多，格局越大，道路它就越宽。说得好。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，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，让我如何回答呀？有一位男士啊，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，于是批发了10条金项链啊，见一位送一位。4年过去，至今包里还有2条，问我都送了礼了，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啊？还有一位男士，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啊，对方吊着他2年多了，和别人结了婚，就产生了报复心理，跟我沟通啊，女方他娘呢也是单身啊，怎样才能追到手？我痛不痛苦啊？
还有个男士条件很差，没车没房，为了撑面子呀，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啊。这女方呢特别热情啊，看上保时捷了，现在面子下不来了，问我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。妈呀，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呀，这么不会相亲的吗？今天啊，我就给你们说说相亲的一些潜规则，这些啊你得懂。这个相亲啊，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，势均力敌，互相吸引才是最好的爱情。阶级差距太大呀，两人之间的爱情啊，很容易被利用。女人相亲呢，一定要趁早啊，因为到了27岁，你就会发现身边啊，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，而到了35岁，能看上你的人呢，也会越来越少。不要每次啊相完亲就去问对方态度啊，你有没有看上我呀？咋的，还能立马爱上你吗？他的态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，热脸贴上冷屁股，不难受吗？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态度是啥样的啊，这事啊基本就黄了。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啊，不会长久。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，这只是一项不断贬值的资产，他们会认为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是租赁。所以你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经济价值。这相亲的时候啊，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，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，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，表现出越过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。哎呀妈呀，我见过一见面就拿花表白的啊，还有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他，他傻还是你傻？另外，这聊天呢也要懂得去升级，能视频啊不语音，能语音呢不文字。这文字啊是最没有感情的，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，这事啊它基本就凉了。不要认为呢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，高傲大多数摆给那些啊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，那自己喜欢的呀瞬间变成啊乖巧的小绵羊啊。闲的没事就可以审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，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，再决定啊要不要去追。此时呢这段关系啊它已经变质了，追求的时候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，他越没有机会，尽量维持啊平衡的原则。对方呢是在找另一半，而不是在找舔狗。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他择偶要求始终如一啊，就是年轻漂亮。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的择偶要求是慢慢变化的。那最开始啊是长相啊，后面呢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，最后呢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，然后追求品质和稳定的生活。谈恋爱呢才会讲究情绪价值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合。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，先提高自己，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，远比把时间浪费在对方身上，哄他逗他开心更有用，更划算。咱们啊追不上就换一个，别当备胎，这备胎的命运可是很凄惨的。就算有那么几个幸运的备胎转正了，对方也只是没得选了，将就而已。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，不要对爱情期待的抱有太高了，尤其是相亲啊，简陋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，步入社会之后啊，基本不可能存在的。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，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。想要追求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啊，还得提升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。相亲你要学会撩，而不是去追。追呢，则是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对方情绪，讨好他。撩呢，则表现为随心所欲啊，大概呢就是只对你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己的高价值，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。以上内容呢，大家呢得谨记。我现在要去回答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啊，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啊，反正奇怪的我就笑笑，我就是不答。